服饰不仅是个人品味的体现，它还映射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。穿着打扮直接关联到我们的情绪、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运势和机遇。衣着实际上是内在状态的一种外在表达。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着装变化，我们可以窥见其内心的状态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街上行走，远处走来一个人，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？相信很多人会说是对方的衣着和颜色。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穿的衣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甚至行为？比如穿上礼服时，我们会不自觉地保持优雅的姿态，穿上西装则会显得更加干练。而穿着破旧的衣服时，心情可能也会变得沮丧。而穿上高级精美的服装，则可能感到自信满满。如果衣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展示，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会因为穿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？曾经有一个实验，实验对象是一个穷困潦倒、酗酒嗜赌的街头流浪汉。他的形象邋遢，衣着破旧。实验者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形象设计师为他改造形象，将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。实验小组随后对他进行了持续的追踪，惊奇地发现，1年之后，这位曾经的流浪汉竟然改掉了坏习惯，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，事业也步入了正轨。当媒体采访他时，他回答说，穿上西装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真正的自己。我们要相信，穿上充满能量的服饰，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科学家们已经发现，物质实际上是由意识和能量构成的。如果你能够合理地运用物质的能量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物质，同时也能改善自己的情绪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衣服也是一种能量，它是我们外在能量场的一部分。衣服的能量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，而是取决于材质、颜色，以及你赋予它的情感。得体的服装和打扮能够让你一出场就惊艳众人，因为服装能够增强人的气场，这就是服装给人带来的气场。而强大的气场能够进一步增强人的能量。我们可以说，好的服装对人来说也是一种形象上的加持，再配上一张善于表达的口才，以及一颗坚毅自信的强大内心，你就能在任何地方自如地行走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衣着得体。一件充满能量的衣服，应当是简约、干净、令人心旷神怡的。这种衣服的选择基于你对它充满欢喜和感恩的态度。例如，纯棉的衣服，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其品质天然优良，穿着舒适。穿着这样高级的衣服，能让人心怀喜悦，感到自然和谐。当你珍惜和尊重自己的衣服时，衣服也会以饱满的能量回报你的愉悦。衣服是一种辅助，它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和舒适感。
但它不能取代我们的内在品质。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衣服，既不忽视它，也不过度依赖它。衣服的数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质量和它给你带来的感觉。拥有良好能量的衣服能够加持你，让你更加自信和舒适。你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看法。服装具有能量，新的衣服带有一种新鲜的能量，给人以活力和新鲜感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购买新品，而是要学会如何将旧衣新穿，更新衣橱。选择经典款式的配饰非常必要，比如白色衬衫、黑色靴子、棕色风衣，以及牛仔素色打底衫等。通过将旧衣服与新的衣物、鞋子、包包、头饰和首饰等饰品进行搭配组合，可以创造出全新的能量。穿上充满能量的衣服，人的感觉和气场都会有所不同。小时候，过年穿上新衣服总是特别开心，这就是穿新衣换新颜的道理。如果衣服不再适合现在的你，或者已经过时，而你又舍不得扔掉，还在想着将就着穿，那么衣服的作用就不再是衬托你，而是在消耗你的能量。高能量的衣服意味着整体搭配是和谐的，比如一条围巾可以有多种搭配方式，一件白衬衫也可以反复叠穿，创造出不同的风格。最重要的是在重复的搭配中找到新的亮点。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富有魅力，你需要接触高能量的服饰来改变这一切。如何准确判断一件衣服是否具有高能量特质呢？首先，也是最为直观和重要的一点，这件衣服的外观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。人类潜意识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无限的。在人类的意识能量等级中，当能量等级达到500分以上时，意味着这件衣服本身设计得很美。这无疑证明了它凝聚了设计师伟大的创意和灵感。即使只是看到这样的衣服，也会提升你的能量等级。如果你能够驾驭这样的衣服，它将助你实现心中的愿望。第二点，我们需要关注服装的制作工艺，这包括从面料的选择到针脚的精细程度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投入的心血和专注力，甚至与他们当下的心情有关。如果匠人心情烦躁或沮丧，心不在焉，那么他们可能无法制作出一件完美的、充满诚意的作品。第三点是关于穿过这件衣服的人。如果某件衣服曾被一个能量等级很高的人穿过，那么这件衣服的能量也会随之提升。当你穿上这样的衣服时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被赋能的感觉。这种能量传递的概念认为，高能量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接触，提升周围事物的能量水平，包括他们穿过的衣服。因此，选择这样的衣服，你不仅是在选择一件物品，更是在选择一种能量的传递和提升。例如，许多服装品牌在请到大明星代言后，销量会大幅增长，这实际上就是名人赋能的结果。
相反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各方面都不如你，或者态度十分消极的人穿了与你同款的衣服，这件衣服的能量等级可能会立即降低，你可能会因此再也不想穿这件衣服。我曾经也不懂这个道理，这让我在机会面前总是产生质疑、恐惧和退缩，无法产生正向积极的改变。后来我开始慢慢隔离那些让我产生负能量的东西，比如让我感到难过、厌恶、羞耻或纠结的服饰。我只留下那些让我充满感恩、喜悦和自信的服饰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它们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。这样的选择不仅提升了我的外在形象，也增强了我的内在能量，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要通过穿衣接收天地的能量，首先可以考虑衣服的颜色。实际上，每个颜色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和能量，只要我们将其巧妙地运用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包括空间配色和个人穿着，就能为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生活变化。例如，红色通常代表热情和活力，能激发人的活力和勇气；蓝色则给人以宁静和稳定的感觉，有助于放松心情；绿色与自然和谐相关，能带来平衡和恢复的能量；黄色代表乐观和创造力，能提升人的思维活跃度；紫色则常常与神秘和智慧联系在一起，有助于激发人的内在智慧。选择与自己当前需要或心情相符合的颜色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天地之间的能量，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情绪状态。古印度传统中将人体分为7个主要的能量中心，称为脉轮。这些脉轮位于身体的中轴线，从下至上依次为海底轮、生殖轮、太阳神经丛轮、心轮、喉轮、眉心轮和顶轮。当你感到寒冷或缺乏活力时，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温暖的红色或橙色。当你需要放松和恢复时，可能会被蓝色或绿色所吸引。接下来，我将讲解这些色彩的五行特点及其能量。绿色对应木，代表与他人连接的能力，也象征爱与和谐。在五行中，绿色与肝脏相对应，代表着生长和发展，含有清新自在的感觉。对于情绪起伏较大或希望调和人际关系的人而言，绿色有助于平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。黄色在脉轮中对应太阳神经丛轮，代表自信与才能。在五行中，黄色与脾胃相对应，代表人的思考力，具有凝聚的力量，常被用来提高财运，增加赚钱的机会。通常财运旺的人，散发的气场颜色也呈黄色。红色在脉轮中对应海底轮，代表生命力和本我。在五行中，红色对应火，同时也与心脏相对应。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色彩，可以丰富我们对生命的热度，增强行动力，也可提高自己在工作上的活力。
白色在五行中对应肺部，同时也与金的能量相联系，它给人纯洁、单纯和天真的感觉，可以为我们带来心情上的快乐和顺心如愿。金色在五行中也为金，是一种相当闪耀、亮眼的富贵色彩，可以说是众人眼中的焦点。它可以为自己增加权势和吸引力。银色同样在五行中为金，是一种富贵色彩，具有优雅和稳定的气质。喜爱银色的人常拥有吸引人的魅力，而银色也可以提高贵人运。黑色在五行中为水，是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色彩。由于黑色的能量场比较低沉，建议选择亮黑色，以走出好运。蓝色在脉轮中对应后轮，代表沟通力和表达力。在五行中，蓝色为水，是一种独特的色彩，带有信仰和宗教的意义，能够协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。紫色对应顶轮，代表超脱和慈悲，它是一种高能量的色彩，常与智慧和灵性联系在一起。五行中属于火的颜色，如紫色，带有神秘感，能够提升个人魅力。它是蓝色和红色的融合，兼具了这两者的能量，象征富贵之意，可招来贵人运，有助于思考和创造。咖啡色在五行中属于火和土的混合，具有让我们放松、舒缓压力与疲劳的效果，同时增加元气。橙色同样在五行中属于火，是一个相当抢眼的色彩，总是带给人意外惊喜，充满欢愉和喜悦。若觉得生活太平淡，可以尝试使用橙色来增添活力和乐趣。除了选择合适的颜色，我们还应该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衣服。乱扔自己的衣服可能会带走身上的灵气和能量，尤其是那些穿过后的旧衣物，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扔掉，有时甚至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从而影响一个人的运势。对于我们不穿的贴身内衣裤，可以用水洗一遍，因为水能滋养万物，具有清洁和净化的作用。内衣裤在丢掉之前可以剪掉，以防止被他人不当使用。外穿的衣裤同样可以用水洗一遍，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一下，让衣物中的灵气和能量散发出去，之后再捐赠出去。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旧衣服回收点，将不穿的衣物捐出去，让其发挥最后的价值，也是一种行善的行为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不仅能够清理自己的空间，还能帮助需要的人，同时传递正能量。人和天地是一体的，我们古人讲究天地人三才，讲求天人合一，我们的衣着应该与天地相呼应。如今大部分鞋子都是橡胶底，这种材质的好处在于可以防水，但它也有对人体不利的一面，那就是不接地气。那么什么是地气呢？地气通常指的是大地本身所蕴含的能量和气息。在传统文化中，大地被认为是生命力的源泉，
与人类健康和福祉密切相关。在某些城市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况：天气预报显示有雨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下雨，只是感觉天气很闷，而周边的山区却真的下雨了。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，现代天气预报主要是基于空气的温度、湿度、风向等因素来预测天气的，这仅仅是天气层面的分析，没有考虑到地气的影响。在传统文化中，天气的变化被认为是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只有当地气和天气的阴阳之气相互作用，达到一定的条件时雨才会降下。如果天气预报没有考虑到地气的影响，就可能会出现预报不准确的情况。地气的因素，如地表的温度、湿度、地形等，都可能对局部地区的天气产生重要影响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如果在老房子住，发现地面突然变潮，之后一定会下雨。这个比喻通常很准确，因为这种潮就是地气上行所致。人体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地球这个能量场，人体和天地的能量场运行是同步的，天气和地气对人的身体都会有影响。人的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接收地气。脚下有一个穴位，名为涌泉穴。顾名思义，这个穴位就是接收涌入体内的地气的地方。相对的，头顶还有一个百会穴，这里是天之阳气汇聚的地方。通过这两个穴位，人体能够与天地之间的能量进行交流，从而维持身心的平衡和健康。现在人们普遍穿着胶皮底的鞋，这种鞋子会隔绝地气的传导，导致人体无法有效地接收地气。举个例子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，在大城市睡觉的话，即使睡眠时间足够，醒来后仍然会感到疲乏，人的状态很昏沉。而如果在山间或乡村中，哪怕睡眠时间短，休息也会很好，感觉十分清爽。这是因为如今城市到处铺上了水泥，隔绝了地气。在自然界中，白天阳气运行为主，晚上睡眠时阴气运行为主。如果地面铺上了水泥，将地气全部隔绝，人体吸收不到足够的来自大地的阴气，就容易造成不太理想的睡眠质量。住在高层楼房久了，人常感到虚乏、烦躁、心神不宁。而如果离开高层，到乡下的老院子，哪怕是待上一小会，就感觉人不飘了，如同心落下来了。这便是人体接收到了大地的能量，也就是接上了地气。地为土，脾胃也属土。在高楼住很久，离地面太远，体内便会土气不足，脾胃功能就会不好。说到脾胃不好，还要牵扯到食品问题，尤其是蔬菜。现代农业中，蔬菜都是激素催出来的，在土地里生长的时间很短，自身的土气不够，人长期食用这些快速生长的蔬菜，
也会影响自身脾胃的功能。城市的格局，食品的质量，我们没办法改变。我建议大家在平时准备一双传统的老布鞋，不要像胶地的那种，有时间就换上，到地上去走一走，这样有利于人体接受地气，自身也会感觉舒畅一些。现代人的特性就是生活太复杂，压力大，欲望多，到大街上一看，皱着眉头的居多，眉目舒展的太少见了。眉间是人体能量场的汇聚地，也是一个接受来自于天的能量的地方。怎样才能舒展开顶轮和眉间轮呢？不妨从穿一件宽松的衣服做起。穿着紧身的衣服，很难有身心舒展之感。为什么现在提倡穿汉服？你穿上汉服，只要觉得自己自如了，你必定是端身正义，有了坦坦荡荡的气场。衣服是能影响人的心境的，而心境会影响人接受外界的能量。因为你是什么能量场，就接收什么能量场，此所谓同气相求。许多女性在夏天为了凸显身材，会选择穿着较少的衣服，尤其是露脐装，直接将后腰和丹田的部位全部露出来。如果在办公室还开空调，寒邪容易入侵，后果可能更加严重。女性的生殖系统比较消耗能量，也很脆弱，如果透支阳气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导致妇科疾病，甚至不孕不育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平日坐着的时候，可以拿一块毯子或披肩护在腰间，或者用一个垫子垫在后腰的位置，这样可以起到防护作用，故守住自身的元阳之气，防止外泄侵犯。万物都有磁场，磁场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，不同的形状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气场。例如，一幅描绘牡丹、天仙、凤凰的图案，会散发出一种喜庆和吉祥的气场，使人们愿意接近并想要拥有这幅画。相反，如果画的是妖魔鬼怪、骷髅头，或者是凶恶的动物，就会让人感到紧张并躲避。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储存着吉凶的信息，使用吉祥的元素会带来吉祥的结果，使用凶恶的元素则会带来不良的影响。这是自然界的规律。我们生存在天地之间，身处大自然，每时每刻都在与周围的能量场交互。穿衣不仅是为了遮盖身体，更是一种与外界环境互动的媒介。通过穿衣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接收天地能量，达到身心灵的平衡。穿衣时要了解天时地利人和，使身心舒畅，与天地和谐共生。穿衣不仅是关于美观和时尚，更是一种心灵对话和生态融合。理解天地能量，积极生活，我们就可以在穿衣中感到舒心畅达，与大自然和谐共生。愿我们在穿衣中感悟天人合一的奥秘，更好地享受生命的丰盛。